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来到我们线上的读书会。疫情还是居高不下，虽然现在很多国家呢都开始在打疫苗，但是呢，打疫苗并没有100%的保证很多国家打了疫苗还是有确诊的现象所以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还是要非常的虔诚戒慎。好，在这边我们也祝福大家呢能够继续撑下去能够撑过这一关就海阔天空了在这边很祝福大家。今天晚上我们的读书会主题呢是永不干涸的一滴水。有人问禅师如何让一滴水不干？禅师回答了，把它滴入大海里这一段精辟的对答呢，很多人都知道，尤其是有学佛的人大概都知道这一个对答的个故事一滴水滴入大海后，跟浩瀚的海水呢融合在一起就会成为永不干涸的一滴水把它延伸或广义的来诠释呢，其实每一个人呢都是一滴水，人群呢就好比是大海，所以要让每一个人微小的力量呢不消失，就要让自己投入人群中，力量才会大就好像说水滴入大海里面，道理是一样的说这个叫做什么一根单丝难成线千根万根凝成绳也叫做什么滴水成河，粒米成箩了你的一点小钱加上我的一点小钱，汇聚成无数的小钱，最后也能什么小钱行大善也是一样的道理慈济人呢把滴水入海的精神汇聚到什么大乘佛法的教义中让大乘佛法的教义呢更显光彩耀目，直接受益的是什么无数苦难的众生间接受益的是谁？有限形体的个人，也就是志工这个就是什么蚂蚁雄兵呢想要搬动须弥山的这种雄心壮志我们都常有看到对，一些无数的小蚂蚁的投入团结在一起呢，也可以搬动体积比它大几十倍的昆虫这个大家都有看过嘛所以近思语才告诉我们说，勿轻视己能人有无限的可能，每一个人都可以发挥他的力量，虽然每一个人的力量很少，但是积少成多，一股力量其实呢，刚刚讲说勿轻视己能，人有无限的潜能的可能呢，它是告诉我们什么？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与生俱有的功能跟良能就如什么本性跟智慧一样是人皆有之只要往内探求呢就有，向外祈求呢就没有快乐也是一样你一直向外找当然找不到快乐嘛，往外找即使勉强找到快乐也是很短暂而且无法持久，因为找错方向也找错对象了。为什么？因为快乐不是掉在外面快乐是掉在里面所以要往内找而不是往外求我们历代老祖宗呢流传下来的一些民间信仰或者是风俗习惯有一种就是什么过年过节或初一十五要去寺庙里面呢捐一点钱去点光明灯光明灯也叫做平安灯那民间信仰是这样的认为光明灯点燃之后呢，会让你或你的家人呢消灾延寿，趋吉避凶，前途光明平安顺利。而且呢，强调什么？点燃光明灯之后呢，可以光明一整年就可以让什么求学的孩子学业进步那不爱念书的孩子呢变成很爱念书或者在职场上班的人呢工作很顺利
啊，或者让经营事业的人呢事业发达、宏图大展、财源广进啊，这样的祈求呢是一般民间信仰的祈祷方式。其实正信佛法所说的光明呢，强调的不是外在的烛光或灯光，而是内在的心光。心光又称为什么？智慧光，简称慧光。哦，这是在譬喻呢，佛法智慧就像光一样的明亮，哦，能照破众生幽暗跟烦恼。那佛光跟慧光在哪里呢？一句偈文呢，告诉我们答案了。那这一句偈文呢，人人都朗朗上口。这句偈文就是“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你心头啊。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啊。”人人都会念啊这句偈文啊。那这句偈文是什么意思呢？灵山，这佛陀告诉我们，灵山就在你自己的心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灵山塔啊，应该向自己心地的这个灵山塔呢，好好的去下功夫修行啊。所以说，我们学佛要求光明啊，不需要舍近求远，也不必往外求，而是向内求，因为佛光跟慧光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头啊。这句偈文就是这个意思的哈。有人问呢，佛像要不要开光啊？请佛像到家里供奉啊，要不要举行什么仪式啊？不必举行任何的仪式，也不必帮佛像开光。有人会说啊，你没有帮佛像开光，那帮佛像开光，佛光才会灵验啊，帮佛像开光才会灵验啊。意思是说，不开光就不灵验的啦。所以有一个信徒呢，就跟他的师父说啊，他说：“师父，我请了一尊佛像到家里，可不可以请师父帮这尊佛像开光？”那这位师父就回答了：“你请我去帮佛像开光，如果这样佛就会灵验的话，那表示我比佛还厉害啊！这样不如你直接拜我就好了嘛，不用拜佛啊，因为我叫他灵他就灵。”我叫他不灵，他就不灵，那这样我比佛还厉害了，对，这句话这是说的很有道理啊，对，所以请法师去帮佛像开光，这样子的想法呢的知见呢是错误的。同理，有些人呢搬新家哈，我们都会嘛，对，搬新家，然后新家会安置一个小佛堂供佛啊，有些人是放神像，有些人放佛像嘛，对，那请问，供奉的这一尊佛像要不要开光？或者是说啊，我们有盖的新会所啦，有团体有盖新会所啦，哈，那里面的佛堂呢也安置了佛像，要让大家来礼佛拜佛嘛。那请问这个新会所里面的这尊佛像启用的时候要不要开光啊？答案是一样的，不必开光，但是呢可以开幕啦，因为你要启用嘛，开幕嘛。所以开幕的时候呢，要跟大家讲解为什么大地会涌现这座宝塔起来啊，这个会所了，或者净思堂也好了，啊，那为什么要建立这个会所跟净思堂呢？为什么要这一幅佛陀洒净图呢？这个佛陀洒净图代表什么意义呢？讲清楚，让大家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样就是开光。是佛像开我们的光，不是我们开佛像的光啊！其实我们自己都欠人家帮我们开光了，我们何德何能的去帮佛像开光了啊？人去帮佛开光啊，这个就颠倒了嘛！就好像什么，每年7月普渡的时候啊，很多不正信的善男信女要拜好兄弟嘛，我们不是台湾啊拜好兄弟啊，台湾话拜好兄弟啊，要拜好兄弟啊。什么是好兄弟？好兄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什么鬼。那哪有去拜鬼、人拜鬼的道理呢？对，拜佛就可以了，那拜鬼就很没有道理啊。所以
拜好兄弟，这个也是颠倒。人去拜鬼，那这个麻烦就大了，对。家里如果有供奉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代表什么？大慈大悲。我们看到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像啊，就要内心升起什么？对众生的慈悲心的啊，这样呢，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开启我们慈悲之光。同理啊，地藏菩萨是孝子啊，我们见到地藏菩萨，就要想到行孝要及时啊，这样就是什么？就是把孝顺父母的光把它开出来，开光。同理啊，看到哪一尊佛像或看到哪一尊菩萨啊，就立即提醒自己要向诸佛菩萨学习。所有的诸佛菩萨的形象都是代表这样的意义啊，这样才是什么？正信正念、正知正见的佛教思想。所以要了解如来真实义啊，不能错解如来真实义啊。错解真实义，那代志就大条，事情就大条了。因为佛菩萨不但没有开你的光，你自己还心中无明，造成越来越暗淡无光。所以佛像有没有开光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心门有没有开光。心门不开，就接引不到光，就会变成什么？心灵暗示。心门关注很暗啊，就是心灵暗示啊。那就不怕，有时候我们会陷入心灵暗示，但是一念能明啊。那为什么一念能明呢？念头的意思啦，因为打开心内的门窗，心门打开啊，光明就会什么？门打开了嘛，光线就照射进来了嘛。啊，刚刚所讲的这些才是真正的开光之道啦，是正信的，不是迷信的，是正知正见的，不是妄知妄见的。有一句近似语啊，就把开光的意义讲得很清楚。所以近似语大家都要去背哦，然后把它用在生活中哦。那这句近似语是这样子讲：有人想透过点灯求光明啊，其实真正的光明在我们的心里。佛前的灯不必刻意去点，要紧的是点燃我们自己内心的心灯。这句近似语很长，但是意义很好，很深远。以前我们在慈济的营队啊、圆圆的时候啊，或者是每年的岁末祝福以前那正言上人呢都会为大家点灯嘛，他用那个瓦斯枪啊，对啊，第一个帮你点燃以后，然后你传给隔壁啊，那我们还要举灯齐眉，然后上人把我们烛灯点燃以后，那我就把这个烛灯呢再给隔壁点燃啊，往左右传这个是过去呢点灯的一个方式了那这个是过去的方便法，现在呢来不及了，舍方便取正直啊，以真实法直接告诉你，烛灯久才点一次啊。现在大家都要自己怎么样？自己去点自己的心灯，自己点心灯是分分秒秒，师父帮我们点呢是久一次。强调的是什么？心中的光明灯要时时由自己去把它点燃，不是向外靠别人点，是往内靠自己点。这个是一圣真实法，一点都不迷信其实呢，心明则见明呐，心暗则见暗你心中有光明，你看到都是光明；你心中是暗淡的，看任何地方都是暗淡的。即使光天化日之下，你看到也是暗的，因为你心是暗的嘛。所以心中如果充满了迷信，心不清志不明，去寺庙里面光明灯再怎么点也没有用。求光明是往内求自己的自信光明，因为那就是人本身就具有的佛性跟智慧。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什么？都有一颗明珠每一个人都是什么？身怀明珠但是呢，偏偏就有些人一直认为自己是贫穷子，
一直往外祈求。所以《法华经》500弟子受记品的依珠玉这一品呢，依珠玉呢，就是在讲这个道理。那依珠玉主要是告诉我们什么？众生本具佛性，人人都可以成佛，人人都有自性光明，告诉我们这个道理。那我们之所以会失去光明就变成无明了嘛，对，无明就是没有光明了。有时候我们会失去光明，是一个反反复复的凡夫，就是因为什么？我们清净的本性呢，被万般的烦恼所覆盖，就好像这个依珠玉里面的那位穷人一样，终日迷迷糊糊，而不知自己是身怀无价珠宝，身上就有一粒珠宝了，他自己不知道，却还一直什么流浪在这个生死烦恼海之中，始终没有发现自己内心自信的无穷价值。身怀明珠，这个明珠是我们的本性可以成佛的本性，你是有的，你可以的，可是他自己却不知道，他一直往外没有发现自己身上有这一颗明珠在所以刚才讲明珠就是代表我们的自信、智慧，我们的潜能，每个人都有，人有无限的潜能，刚刚讲嘛。但是你要知道，你才知道往内求，你不知道你就会往外，那就方向错误了那么要如何才能找回自己忘记已久的内在的明珠呢？刚刚不是在讲吗？我们身上都有明珠可是你不知道那怎么把它找回来？如何找回失去的这个明珠？明珠没有失去，还在你身上。所以如何把这个明珠找回来答案是同一句，跟刚刚同一句：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你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还是同样这一句。其实我们不必忙忙碌碌的往外追求了，但修行也不能只是往内求自己什么独善其身自己好就好不行，而是要一步一步什么透过参加很多人群中的活动，在洗涤我们心灵的过程中呢，发挥自己的功能跟良能去利益众生就像现在新冠疫情这么严重，我们也没有在家闲着没有在家里独处没有还是接近人群怎么你不能群聚，怎么接近人群？可以靠连线嘛，对。所以一些进士堂现在拿来做什么？拿来做县市政府打疫苗使用。现在慈济很多进士堂拿出来用嘛，志工们也是什么积极在做什么？全球包括台湾的什么纾困计划哪个地方有需要帮助的人医院需要什么设备，我们送过去；需要便当，我们便当送过去到哪些照顾户或者是那个弱势族群呢？有没有生活费的，没有生活物资的，就送过去。我们还在做这些事情，所以所有的志工，包括我们直播的团队，每一个人都是在吃自己的饭，做别人的事情有没有封城有没有行动管制或第几级的戒护对我们来说都没有什么差了不能聚众共修，我们就连线共修嘛，在家里也是很忙连线的人数反而比现场聚众的更多所以每一天都是一样在忙这个就是什么？在发挥身上这颗明珠的价值把这颗明珠的价值把它发挥出来，就是我们什么良能跟功能内在有的，把它发挥出来这是依珠玉广义的解释是如此要把它广义解释。念佛也是一样的道理念佛不是念给佛听而是念给自己听，是要深深唤醒内心的主人翁。如果你说没有我还是要念给佛听，也可以的。你说要念给佛听也可以，念给哪尊佛听也是自信佛，自己自信三宝我们讲皈依嘛表面上你是皈依某一个法师，其实皈依还是皈依自信三宝，道理是一样的就是依法不依人意思也是一样的了假如说你念佛念到珠子闪闪发光，但内心常常是暗淡无光
这样念佛再久也找不到自己的心灵风光。有一天，有一个阿嬷呢在念佛，念到一半的时候，外面刚好一个卖冰淇淋的经过。这个时候呢，这个孙子就吵着阿嬷要买冰淇淋吃啊，就叫啊，阿嬷阿嬷，我要吃冰淇淋。叫了几次之后呢，阿嬷脾气来了，阿嬷在念佛啊，就跟孙子说，阿嬷在念佛，你不要一直吵阿嬷，一直叫阿嬷阿嬷，不要叫。不要叫就不要叫了啊。隔没多久，孙子眼看那个卖冰淇淋的要走掉了，很急啊，就大声跟阿嬷说了，阿嬷，你停一下，不要念佛，佛又不会跑掉。可是你不停一下，先买冰淇淋给我吃，那个卖冰淇淋会跑掉没有错啊。对，孙子比较人性化跟生活化，没错嘛。你先买冰淇淋给我吃嘛，我吃我的冰淇淋，你念你的佛嘛，祖孙两相安，不是很圆满吗？有一天，阿嬷又在念佛，孙子不知道什么事情又吵阿嬷，阿嬷叫了3次以后，阿嬷脾气又来了，阿嬷在念佛，你不要一直叫阿嬷了，不要吵了。这个时候孙子就很纳闷，就跟阿嬷讲说，阿嬷，我看你嘴巴一直叫阿弥陀佛，叫了几千次，阿弥陀佛都没有发脾气，我刚刚叫阿嬷叫3次你就发脾气，这什么意思啊？口念弥陀心散乱念破喉咙也枉然因为你只是称名而不细念嘴巴一直叫那个名称但念头没有这个佛，叫称名不细念嘴巴念佛，但心中无佛这样念破喉咙也不起作用，再怎么念也与佛不相应所以自信光明每个人都有，但为什么有时候会失去光明，变成无明呢？就像这个阿嬷一样没有光明变成无明呢，因为被乌云挡住，所以慧光照射不出来。那慧光照射不出来就是什么？就是没有光明嘛，就是无明嘛。那要怎么办？想办法把乌云拨开，才能什么？拨云见日，才能什么？看到曙光道理是这样子讲，你把云拨开，才会看到一线曙光嘛，充满了希望嘛。那我们用例子来解释呢，大家会听得更清楚。我们在陆地上搭飞机，飞机在跑道上要冲刺起飞的时候，滂沱大雨阴天，天气不好雷雨交加飞机还是要起飞嘛，对，大雨中起飞，我们常有这种经验嘛，对，飞机一起飞，会碰到那个乌云密布的云层嘛，对，然后飞机又晃得很厉害对，大家要绑紧安全带对，冲到云层里面去的时候，再继续冲，等冲破云层，破云而出之后呢，离开云层在下面离开云层了，上面是什么？上面是阳光普照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嘛，对。云层之上的天空本来就是清明朗照的，乌云之下才会有滂沱大雨乌云之上是阳光普照的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什么道理人唯有眼光长远。你不要看现在是乌云密布，等一下我们冲上去，我们就看到阳光了，对人要眼光长远，要高瞻远瞩还要耐心忍耐的耐心沉得住气，最终就会看到未来的愿景是一片光明的。相反的呢，你停滞不前，眼光短浅，然后高度也不够，一直在地面上，或者你没有冲破云层，高度不够，心量狭小，加上耐性不足而沉不住气，或者机会来的时候呢，也没有勇气去突破现况，畏首畏尾的，这样就好像处在什么不见天日的乌云密布之中所以才说有一句话说，格局影响结局高度影响视野。举个例子来解释，大家又会更清楚了。蚂蚁
在地上爬，最小的石头都是很大的障碍，对不对？蚂蚁很小啊，你随便一粒石头都这么大，都比蚂蚁大了几十倍啊。所以小石头对蚂蚁来讲也是个大障碍。大象在走路的时候，石头对它不是障碍，它一下就跨过去了。对，老鹰在天空飞呢，再高的高山它都可以轻易的飞越。告诉我们什么道理？有高度的人是比较没有困难的，站得越高才能看得越远，看尽人生百态，看尽一切真相，因为你角度够，高度够。虽然说啊，做人不要高高在上啊，但人生就必须什么？常常将自己放在制高点，高度够，格局够，才会有宏观及远见啊。就好像说，人在地面上啊，只能看见几排房子啊，在高楼上面跑到高楼上去啊，才会看到什么？整个城市、整个村庄、整个街道看得很清楚。再往上，在飞机上会看到什么？壮阔的山河大地啊，看得很远嘛，整个都市都看得很清楚啊。那如果你是看那个什么那个火箭升空啊，在外太空看地球，地球只是浩瀚宇宙中的一粒星球，好像花生米一样，所以才说什么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啦。登上高处才觉得自己很卑微，走得越远才知道说，其实还有很多路要走，走不完。意思是这个意思的。所以自信光明一开启以后呢，慧光就会显现。慧光一显现呢，就会达到一个意境啊，就上人很喜欢这个意境。无量易经里面的意境叫什么？无量法门悉现在前，得大智慧通达诸法。前面还有16个字：尽极清澄，自闲虚默，手之不动，一百千劫。前面那个是属于法脉的尽思法脉的境界，那后面这个是属于慈济宗门的境界了，领域了。为什么？我们就讲后面这16个字就好了。无量法门悉现在前，得大智慧通达诸法。是什么意思啊？无量的妙法会出现在我们生活跟人群中。悉现在前，这个前啊，不是前面哦，这个前的意思是什么？人群。无量法门悉现在前，这个前就是讲人群啊，因为菩萨道就是要入人群嘛。好，怎么讲？这个时候因为你已经开智慧了嘛，对，得大智慧了嘛，你已经有开智慧了嘛，所以怎么样？通达诸法，你可以通达诸法，可以法法相通。这个时候呢，妙法就显现在什么？在我们的生活中、人群中，悉现在前，显现出来了。这个慧光开出来了，就有这样的现象出来了。举个例子啊，大家会更清楚。有一间公司呢，在招考员工啊，出了一道题目，考应征者。这道题目是这样子哦，那就问他们了：在一个暴风雨的晚上，你开着一辆车子，经过一个车站，这个车站有3个人正在焦急的等巴士。这3个人呢，一个是快死的老人，病很重了，他需要马上去医院；一个是医生，这个医生刚好是曾经救过你的命的，你做梦都想报答他的了，有救命之恩的。第3个呢是一个女人，那她是你做梦都想要娶的女人，错过这一次以后呢，可能就没什么机会了。但是你的车子只能载1个人，车站有3个人，你只能载1个人而已。请问你会如何选择？考这些应征者啊，每一位应征者的回答都有他们自己的观点，每个人观点也都没错啦。有人就说老人快死了啊，人命关天啊，当然应该要先载这个老人啊。
去医院啊，也有人说，哎呦，应该在那个医生上车啦，这医生对我有救命之恩呢，这是感恩图报最好的机会啊，对，也有人认为说，哎呦，那个女生是我梦寐以求的梦中情人啊，可遇不可求啊，错过了这次的机会，以后恐怕再也找不到这么心动的女人呢。每一位应征者都有自己的看法，也都没有对错。可是呢，200多位的应征者当中呢，只有一个人被雇佣了，这个人被公司把他录用了。那他是怎么回答的？他只说了下面这句话，他说如果是这种情形的话呢，我会把车子让给医生开，让医生带着那个要死的老人赶快去医院，我留下来巴士车站陪我这个梦中情人一起等公车。每个人都认为这个老兄的答案是最好的，但是偏偏没有一个人一开始就想到这个答案。这个就是智慧了。讲开好像没什么，可是不讲的时候，你想不到，对不对？就是智慧嘛。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个老人啊，即将要往生了，他想把他的财产分给3个儿子。他的财产就是什么？就是17只羊啊。这个老人有17只羊，他的财产要分给3个儿子。他准备分给大儿子呢1/2，老二分到什么1/3，老三分到1/9。问题来了，你17只羊怎么去分1/2啊？那8.5，那羊8.5不是这半只，那怎么算？1/3那小数点，那个更不可能，对。那17的1/9，也没办法，大家都在烦恼，根本没办法分配啊。正在烦恼的时候呢，这个时候隔壁邻居是一位老先生，他财产没有隔壁这件这么多，他只有1只羊而已啊。但是他有成人之美，他就把他唯一的这只羊呢，送给隔壁大家在烦恼的这个家人呢。他们17只，我再送他1只，变18只。这样可以分了吗？可以了，对不对？18的1/2 9只，18的1/3 6只，18的1/9 2只，9只、6只、2只，17只，这样3个儿子呢，顺利分到17只羊嘛。隔壁送我们1只，不是18只吗？我们现在只分了17只嘛，剩下1只嘛，剩下1只再还给隔壁，不增不减，皆大欢喜啊！你看这种智慧啊，帮助别人，自己也没有损失，就像骨髓捐赠一样啊。我们的口号是什么？救人一命，无损己身。你可以救他的命，你自己没有影响，多好！布施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布施是有如什么？取井水，我记得以前有讲过了你不取出来用呢，井水也不会满出来了。你每天取井水出来用，井水也不会干涸了，也不会干掉了，是不是很有道理呀？捐钱也是一样嘛，你一直捐也不会捐到没有钱呐，你不捐钱也不会满出来，也不会很多钱呐。对，不捐白不捐呐，道理在这里。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州我在那边住了20几年了，我在那边投资设厂嘛那我刚开始在那边有房市嘛，那个时候呢，30年前的第一个开案的慈济长期照顾户，我们在正式开案的慈济照顾户第一个姓郑的郑老先生，那他是一位呢从小就双眼失明又独居的70几岁的老人家。他自食其力呢，以挑井水，一个井水，他去挑井水，然后供应给那个井水在这个巷子里面嘛，那个穷街陋巷里面呢，很偏僻的地方，那个井水它水取出来之后呢，就挑去给前面路边卖咖啡的、卖红茶、卖咖啡的那个店，1桶不几毛钱而已啊。他用这个方式来自力更生赚取3餐对，因为长期挑水练就了一身什么很硬朗的身体
那但是他老人家居住的环境是非常的简陋，哦，各位可以看看那个相片啊，当初那个相片都是我拍的啦，哦，那住在一个煤炭间里面，暗暗的，那真的不是人住的地方。老实讲，因为他是眼盲嘛，这里面暗暗他也不知道啊，他眼睛也看不到啊。但是我们看的那个比有养狗养猫的人家的那个猫狗住的地方呢还差啊。对，那我们就在他的旁边呢，盖了一间屋子给他住了。我们长话短说，后来慈济在他旁边盖了一间屋子给他住，我们大家出了一点钱哦，台币都不到几万块钱，盖了一间小屋子给他住啊，那个环境就变得很好了哈。那这个小屋子要完工的时候呢，刚好呢，慈济要对外举办一场茶会，那时候刚开始的介绍慈济嘛，给当地的人嘛，那我就邀请这个老人家一起来参加。他虽然不能看啊，但是他可以听啊，而且他心理上觉得说，我从来没有人带我离开我的这个破烂的小的家，他心理上觉得，我现在要去街上哦，去开个茶会，心理上就不一样，很开心的。那时候呢，我们就鼓励他呢，上台跟大家讲几句话了，跟那些还不认识慈济的那些民众啊。那主持人就问他说，哎呀，你有什么心愿呐？那时候他就说，我希望能活到500岁。他当众讲，那时候我在台下一听，很惊讶的，很疑惑，奇怪，一个从小双眼失明的人，他的世界是一片黑暗，但是他却想活500岁，活那么久。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要活到500岁，而且他不是开玩笑，他是很一本正经的讲哦，非常有赤子之心，非常震撼。我非常疑惑啊。那个时候呢，我工厂后面的餐厅每个月呢都会举行的现场发放啊，就是本来发放这都是我们把生活物资拿到照顾户家里给他，每个月嘛哈，你要欠什么粮食的，每一户不一样的哦，分给他们。那我觉得是，这些人缺少社会需求了，都单独住在那种很简陋的那个屋子，偏僻角落里面。每个月我就把这些照顾户大概有300-400人，我们去载他了，把他们载来我们工厂后面的，这个叫做每个月一次，叫做什么现场发放日是吧？给他们剪头发啦，剃胡须啦，还有什么？我工厂有厂医嘛，中医西医我都有嘛，中西免费义诊，然后请他们呢吃午餐，丰富的午餐吃完了之后就发放生活物资给他们带回去，我们把他载回去的。所以每次时间到要去载他们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家里准备好要来我们现场发放，很高兴，因为以前没有这样子的机会嘛。那午餐的时候也有娱乐节目，他们一边吃午餐慈济人表演节目给他们看的，大家很高兴的，因为这些人是没有这种机会的人，慈济帮他办这样的活动。这个娱乐节目里面也让这些照顾上台唱歌啦，有老先生还会比舞乱比一通啊，但是他很高兴的。那我就请这个郑老先生呢上台去唱歌，他很喜欢唱歌，唱歌。那有一次他唱完歌以后呢，他就说我要跟大家讲话，他很有赤子之心的，他就说我上次活动不是吗？讲500岁那一次嘛，他说我上次说希望活到500岁后来我回家想一想我讲错了啦，我最大的心愿是要活到1005岁了。他还当真了，500岁就已经很离谱了。他说他现在不是1500岁，他要1005岁那我是主持人，我当众问他嘛，我说哎呀，郑老先生啊，在你的世界里呢，看不到美丽的色彩，都一片黑暗，为什么你还想活那么久呢？他就爽，他说虽然我看不到世界啊，但我还可以听世界啊。你看，因为那时候我是主持人我又继续他又继续对我说，他说他叫我刘师兄，我认为其实人只要不生病，把身体照顾好要活到1005岁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耶。他一本正经的，他还认为1005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你看，风烛残年的老人有这么丰富的赤子之情算是很不容易的。
而对一位已经眼盲，那时候了眼盲20几年前，而对一位已经眼盲70多岁的老人来讲还能对人生充满了憧憬。他人生是黑暗的，但是他却充满了憧憬，对生命充满了希望。这是什么？眼不见为净，而心地很光明。有的是两眼看不到，叫眼不见为净一眼看不到叫什么？一目了然呢，看得比我们两个眼睛还清楚这个实在令人敬佩令人羡慕后来他又参加现场发放我们每个月都有嘛都会请他们上去讲话嘛，他们很高兴呢在几位志工的搀扶下呢，他又握着麦克风神情自若的说哪一天他讲哪一天呢，我要去荷兰呐，荷兰就是说要往生的意思的别去荷兰意思是这样子。我希望放在我的屋子里面3天，然后再火化。火化之后呢，请慈济师兄师姐把我的骨灰撒在马六甲的海峡，当众交代他的后事，而且轻松愉快的讲。后来这位郑老先生快要往生的时候，他是在马六甲的政府医院，中央医院在他神识还很清醒的时候呢，他告诉慈济的师兄师姐，希望能见我一面。其实那时候我已经离开那个地方了，好多年了，回来台湾了，我已经回来台湾了。不过机缘很凑巧，那时候他生病到医院去的时候，已经严重的时候送到医院去的时候，刚好我那时候去新加坡会晤关怀，我就顺道从新加坡呢转到马六甲医院去看他。我记得那天到的时候已经晚上了，马上去医院看他。那我去的时候，他已经是神志不清了，已经昏迷了，不能讲话了。那我就在他耳边呢，跟他说：“我来看你，你这一辈子呢，活得很精彩，我们都祝福你。”跟他讲话，祝福他快去快回。我那天晚上我看完，第二天他就走了。所以这个因缘也非常凑巧。他刚好生病送到医院去临终的，我刚好去新加坡，然后新加坡到马六甲又很近，走过长堤就进来就到了嘛。然后我看过他之后，第二天他走了，这个我们也觉得蛮欣慰的蛮他的愿的这就是什么？眼盲心不盲肉眼是见暗，但心眼是见明。所以这个郑老先生他心门开的。对，他用心来看，所以是看到明的肉眼看不到是暗的，没有错双眼失明但是眼盲心不盲，看到还是见明那这位郑老先生说他要活到1005岁05岁嘛他想活这么久但也有慈济照顾户说要早日往生这个是访视才有这样的经验有人要活到1005岁，有人说要早日往生他们什么？他们被病苦折磨的一辈子病苦对他们来讲还可以承受这种病他还可以承受病的苦可以承受，但是一辈子被社会遗弃，活得很没有尊严，生不如死。所以这些病人大部分都是希望早日解脱。这是什么病麻风病。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郊外有一个双溪毛儒这个地区的名字，那里面有一个医院叫做双溪毛儒医院，这间医院是一个麻风病院医院后面就是山后山医院跟后山这个中间这个间隔，不是医院里面医院的后山跟医院中间有一些空间半山中呢，住了许多风烛残年的麻风病患那个20多年前大概有200多位现在凋零到剩下几十位了他们呢群居在远离尘嚣的一个山脚下面，虽然没有与世隔绝了他们就种一些什么盆栽放在那里卖给外面的人自食其力嘛，种一些小盆栽然后卖给外面，外面人都会到那边去买，很便宜吧他们虽然没有与世隔绝但却离人群很远。由于他们每个人的五官跟四肢呢都很明显的残缺变形，
为了避免外面的人歧视，或者外面的人看到他们很恐惧加深他们内心的这种创伤呢，因此呢，他们很少跟外面的人往来了，他们也不敢出去，一出去人家看了会怕嘛，所以大部分都什么，都群居在这个院区里跟后山中，院区里面也有了，后山也有了，那互相呢作伴呢，彼此联系这个地方隐藏许多人间的苦难跟不幸，却也蕴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感人的故事。这种地方没有任何人会去的。其实他们是不会传染的啦，病情都是现在没有现在麻风病都是控制的嘛，所以住在那里也都是什么？都是过去感染，而现在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我还记得呢，有一对70多岁的麻风病的夫妻夫妻2个都是麻风病，身体都有残缺的。夫妻2个人都是五官不全手脚残缺，那个眼脸变形的那老伯伯呢？这个先生老伯伯因为病重了，看起来是不久人世那我们得到消息以后，他们那边有人管理嘛，他会通知我们嘛。哪个老公公怎么样，我们就过去看我们去帮他助念看他不行了，就帮他助念我家师姐一起去我家师姐一边念佛一边助念，一边跟老先生说：“阿公啊，现在慈济人来帮你助念你自己心中也要念佛希望你快点好，我们祝你快点好起来我们祝你快点好起来这句话，旁边那个麻风病的太太一听马上用福建话就台湾话了大声的说哎呦唔通我吓一跳这个是最基本的祝福语嘛，祝福你早日康复嘛，祝你好起来嘛。这太太一听他不要他说：“哎呦，唔通哎呦，你不要这样子啦，你不要这样祝福我先生好起来啦。我反而希望我的老伴赶快走啦，因为我们的命太苦了啦。”意思是这样，他没讲的意思是这样子。那时候我才发现说，原来很多麻风病的阿公阿嬷，他们是希望早日往生的，以求解脱，往生才是解脱。因为呢，关怀麻风病人我们才知道。真正让麻风病人痛苦的，不是麻风病的本身，而是长期被社会隔离，长期尊严被摧残。不只是任何人看到他们外观就离得远远的连自己的亲人都不敢往来呢。那时候台湾话叫胎沟病嘛，对，这种病会传染以前嘛，大家都很怕。只有慈济人呢，敢走进他们的生活圈子里面去。也因此呢，他们对每个月慈济人去关怀的这个时候都特别的珍惜跟开心的。他们都知道这天到了，慈济人要来了，每个月里面最开心的一天了。这样子的关怀工作已经做了25年了，一直到现在，新冠疫情来了才暂停，因为这个时候大家都活动要暂停了，否则没有停的了。这中间呢，才让我们见识到什么？枯树发芽的感人故事枯树发芽，这个树已经枯掉快死了，怎么还会发芽呢？活起来呢？因为呢，他从小6岁的时候呢，就离病而住进这个麻风病院这叫王平王老先生他也是我们去关怀的其中一个麻风病人。那时候医药不很发达，他为了防止这个病菌的传染所有的患者都与外隔绝，集中安置在这个双溪茅庐这个病院里面。那刚刚讲嘛，你患得麻风病以后，这个肢体残缺了，五官变形了，因此每个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待这些病友让这些已经身残辛苦的病友们更承受人性尊严被摧残的无情打击因此，这些病友们常常说让他们感到最痛苦的、最自卑的呢，是他们被家庭跟社会遗弃，连最起码的做人尊严都没有了。那这个王阿伯呢，他的，你看相片，我有相片，他相片你看，我们面对这个相片对不对？他的这个右肢，对，他的右脚膝盖以下呢是截肢的，所以他装上一只义肢才能走路嘛。那左脚的脚踝以下呢是溃烂的，还没有好，
但是不是麻风了，不知道什么病，溃烂一直不好，就是去帮他擦药而已。那长期自己用那个纱布把它包住，这样子，等于2只脚都不方便了。那他从年轻就被安置在这个麻风病院里面了，亲戚朋友呢，从此都没有来探访的。有几次他讲说，有几次因为思念亲人呢，他就主动写信给住在新加坡的哥哥跟姐姐，没想到石沉大海。后来打听到电话以后，打电话过去呢，十分冷漠了，不想往来了。那么再加上社会大众呢，因疑虑不敢接近他们，让他们感到麻风病人已经彻底被社会跟亲情的所遗弃。所以呢，跟其他的病友一样，常常发愿，希望早日往生啊，以求解脱身心灵之苦。这是王老先生呢向我们倾诉的肺腑之言。那20几年来，吉隆坡的慈济志工每个月都固定前往关怀这些病友，去的时候都带些大锅小锅的食物啦，让大家享受一顿充满温馨的爱心午餐呐。我们去的人一起吃的，跟他们麻风病人一起吃的，当然我们自己把碗分开的啦。那长期的温馨互动呢，也让许多病友们呢发心加入慈济当会员。我们那时候那边有200多个人大概有100多个人都加入慈济当会员呢。那居家关怀的时候呢，住在简陋小屋的这个王阿伯呢，当时也是我们其中一户，他住在那个后山里面嘛。那慈济人不忌讳他是麻风病人，视病如亲，为他打扫屋子，因为他打扫屋子不方便，帮他打扫屋子、整理环境更把他当作亲人一般，甚至还帮他庆生呢。我自己生日都没有人家庆祝我，我也不希望人家庆祝我生日但是我们去帮他庆祝生日然后过年的时候呢，大家还怎么样？还要去什么？去走村啊，去那边跟他聚一聚然后带给什么正言上人给他们的红包、福费红包多年以来的这个持续关怀呢，这些麻风病人呢，对这股人间至情的是刻骨铭心呢。以他的麻风病之身呢，风烛残年之际，能够患难见真情呢，获得慈济人如亲人般的对待，这是此生最大的福分了。因此他开始想这个王平老先生开始思索，这个慈济人对我这样子，那我要如何感恩图报，来感恩慈济人的知遇之恩呢？后来他想到一个办法，因为他的2脚都不方便他能够做什么事情？后来呢，这个王阿伯开始什么？每天呢，拄着2只拐杖因为他2只脚都不方便走路，人家1只就不方便走路，他2只拐杖，你看那个相片就知道，2只拐杖拿着，右手还要夹住一个什么那个竹篓子那个竹篓子他要路边捡那个什么瓶罐的或者是废纸帮慈济做资源回收，2只手拿2只拐杖，那个竹篓子只好用手把它夹住在那个拐杖上面，这样子走而且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是他不在，我们在那边等很久。后来一段时间过后，回来了，看到他回来了，那个是一个斜坡，我们在上面，他在下面。这么不良于行的人然后那个竹篓子里面东西都满满的用手夹住那个拐杖，这样子从下面走上来，你知道吗？那个多辛苦啊！你看，他要奉献自己仅存的一份生命功能这是他能够回报的唯一的方式你看，一个弯腰，一个步伐，每一个动作都是那么的困难沉重双脚残缺的麻风老人，这样在做环保这构成一幅感人肺腑的、扣人心弦的画面。但那相片是我拍的，好几张特写都是我拍，我也喜欢拍照。那时候我拍到这张的时候，老实讲，我是一边拍一边流眼泪。我想说，哪有这样子的人？我们想到我们就很累了，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可是他是一个生产辛苦的人，走路非常不方便的人，他却在做这样的事情。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在拍张相片，一边拍一边流眼泪，因为没看过这样的画面，没看过这种画面这就是什么？大爱让枯树发芽，
枯树已经死掉了，怎么会发芽？这个就是大爱，这个就是枯树发芽了。他收的那些资源回收能够卖多少钱呢？我就给他算了，每个月1个月以后才去帮他收一次回来，1个月拿去卖，他的部分马币卖100多块而已，台币才多少？台币差不多600-700块而已了。1个月这样子收这么辛苦，1个月卖600-700块，那600-700块他什么？他就捐给慈济啊。这辛苦血汗钱了，金额虽小，但意义重大。就好像是小河入大海，与来自十方的慈济善款呢汇聚在一起，成为济助众生、救拔苦难的一股力量。这个众人极少涉足的人间地狱啊，也就是现象地狱啊。但是这里有很多身残心不残的人间菩萨，他们用他们病苦之身呢来示现苦难，让我们很多志工，尤其新进志工也是有去啊，有些会员我们会带他去看啊，去见识一下啊，让这些很多人呢冰封已久的爱心呢被启发出来，这是最好的情境教育跟震撼教育。就是上次我们不是有讲嘛，说带很多人去看监狱啦，对，去残智障院啊，去关怀服务啊，这个也是这很好的震撼教育跟渐进学习的机会啊。这个学校里没有教的生命教育耶，学校没有教这个啊。所以这些苦难菩萨一生都跟病魔的搏斗，与病苦为伍啊，谱出许多感人的生命乐章。因此，慈济人呢，就叫这个麻风病院呢是什么？超越人间的天堂。那这个王老伯伯已经往生的了啊，但是他的四大之身，假四大假合之身呢，已经归于尘土。但是他示现给我们看的就是一个人生的大道理，就是每一个人就像是一滴水，要学习将这小小的一滴水投入大海里面，也就是投入人群里面。我们这个小小一滴水投入人群里面，这样才会成为永不干涸的一滴水啦。台湾也有一个收容麻风病友的地方啊，它不叫麻风病院，它叫做乐生疗养院，在台北新庄嘛哈。60年前呢，人数最多的时候也是有400多人啊。到了2013年的时候，也就是8年前呢，还有180位病人，现在只剩下不到100位，好像是90几位的样子。跟马来西亚这间病院一样啊，都在日渐凋零啊。这在很多人眼中看起来是人间地狱或者现象地狱，但里面却有许多充满自信光明而身残心不残的苦难菩萨。所以正言上人呢，就称这个地方是超越人间的天堂，所以是天堂，不是地狱。好，我们今天的读书会就讲到这里。下一个时间啊，下一次周日呢，我们同一时间再会。感恩大家，祝福大家，再见。